承蒙陛下关爱，老臣愧不敢当。既然愧不敢当，倒不如知难而退吧。知难而退，什么意思？何某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想提醒曾大人一句：如今新王继位，陛下只需一道圣旨，便能夺了您的官职。到那时候，您还剩下什么？那你们还等什么呢？陛下刚刚登基，便对王后娘娘的忠犬下手，这事在满朝文武的眼中，并不怎么好看。所以，陛下希望您主动辞去官职。主动辞官？你们觉得我会那么愚蠢吗？这跟愚蠢无关，但却跟时事有关。曾大人伤心先王离世而身患重疾，情真意切，主动辞去官职。陛下和公主殿下惜您劳苦功高，会让您在都城继续住下去。但如若让陛下夺了您的官职，那何某便不知后果如何了。你说的如此隐晦，我也只能猜测一下。如果没有朝廷的撑腰，我只要离开都城，就只能是死路一条，是这个意思吗？何某只说一句：识时务者为俊杰。曾大人，您好好养病。何某先告辞了。哦，对了，那位王大学士，可比您明智多了。什么？你们？要不是看他们两个都老得走不动道了，朕绝不会轻饶了他们。公主那边，陛下想如何交代？交代？交代什么？朕是大唐国君，朕的旨意就是天命，谁敢违抗？陛下有主见，自然是好事。不过公主的态度也不可忽视。她一个女人，难免有妇人之仁。要是凡事都按照她的意思去办，朝局只会越发混乱，那些王后派的大臣早晚都会骑到朕的头上去。朕就是杀鸡给猴看，哪怕违背了王姐的意愿，朕也绝不退让。天无二日，国无二主，陛下早该如此坚决。这什么情况？小的失职，没想到苗大人竟撞柱自尽，小的该死，小的该死，小的该死。苗可知宁愿自裁，也不愿批注天下。他难道是王后的人？陛下后知后觉了。苗可识若不是王后的人，当年公主殿下又怎会被迫远嫁呢？是朕疏忽了。他就是个茅坑里的石头，又臭又平。暗月清心，国将不宁。说谁呢？若指的是皇后，她又怎会撞柱自尽呢？狗奴才，居然敢污蔑朕！
这样诛他全族。你赶紧从后面走，别让他看见我们在一起。臣告退。陛下，敢问此处发生了何事？啊？暗月侵袭，国将不宁，你还嫌朝局不够乱？方才，曾静和王大学士的辞呈也已经递上来。李浑元，你可真有能耐！我让你去安抚他们，你呢？你竟逼得他们辞官！你把我的话都当耳旁风吗？眼下最关键的是要把都城牢牢地控制在我们手中。守卫都城的有羽林军，还有萧齐营和侍卫处。萧齐营、侍卫处都不是我们的人。怎么会？朕已经是大唐的王，他们怎敢不效命？效命是自然，可是否出自于真心，才是问题的所在。徐崇山是父王的左膀右臂，他虽得力，但与我们姐弟始终还有隔阂。还有一个关键，谁？曹小树。曹小树，一个流落江湖的人，还能干什么？江湖只是表面，我们要看的是这平静湖水之下的事情。你可知，如今萧齐营的主事者是谁？常思威啊。不错，他曾经叫做常三，成为如今的常思威，都是春风亭雨夜之后的故事了。春风亭，一个曹小树，一个常思威。我要马上见到他们。曹小树不肯进宫，并不代表他对殿下有何看法。当年他拒绝了先王授予的官职，飘然出宫远去，便已表明了他的态度。今日不过是当日的延续，想让殿下您明白，他不愿参与朝政的决心。他当真只是不愿意参与朝政？
以卑职对那个曹小树的了解，实在是不好判断。哼，你是他的长三，你会不了解他？殿下，您有所不知啊，这个曹小树啊，自从有了家室，那跟以前可就不一样了。有何不一样？这个小树啊，他得了一种怪病，俗称妻管严。殿下，这都是兄弟们开玩笑说的混话，殿下莫要当真。那你说的岂不都是废话？滚！卑职告退。那鱼儿打算如何处置曹小树啊？这本就是我父安排的旧事。无论是本宫，还是那个女人，都没有办法解决。鱼儿说的对，萧齐营、侍卫处，还有鱼龙帮，除了先王，没有谁能向里面伸手。当年春风亭雨夜，死了那么多人，便是父王对此做出的宣告。所以依我看来，都城的安全暂时不会有问题。真正的问题，或许在北方。申月，我想派你去一趟北大营。为了那个女人，在名分上，她毕竟是我的母后。如今，她更是贵为太后。若想要对她动手，需要合适的时机和理由。她必然是要回都城的。我想要的，是她回来的时间晚一些。鱼儿放心，我去了。如果我是公主，我也想让你去拔舌地狱。你现在不是当年的江湖男儿，行事要再低调一些，还要叫帮里的弟兄们安静一些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二哥。可是，有话就说。既然公主殿下特意叫了我过去，那宫里就不可能由着我继续保持沉默，总要给出一个明确的态度。兄弟们很多如今在朝中任职，既然为官，当然要替朝廷分忧，依照唐律旧例，该怎么做便怎么做。知道了，二哥。我会转告诸位兄弟，让他们依律行事。二哥，这个陛下当年有没有跟你提过，皇位会传给谁啊？这段时间，让帮里的兄弟，什么事情都不要做。那咱们就这么干等着？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等。那咱们等什么呢？等王后和六王子回都城。那如果他们回不来怎么办？那就说明有问题。二哥，提神醒脑的，尝尝。眼下还有一事，
需要陛下定夺。快说。都城被一座阵法所保护着，陛下可知晓？精神阵，朕当然知道。这精神阵的主人，本是我昊天道南门的供奉颜色大师。可颜色师伯离世后，便将镇颜杵交给了宁缺。而如今，宁缺被举事追杀，镇颜杵下落不明。微臣担心，若一日都城有难，恐怕难以启动这精神阵呐。这一生仿佛就像一场梦，看日升日落，追着夕阳西沉。这一程脸上不该有泪痕，朝远方狂奔，迎着风沙滚滚。谁看过那绝美的黄昏，把明天当最好的旅程。谁知道这离别多残忍，孤身一个人。谁听过那哽咽的风声，眼神中为何藏着悔恨？谁了解这往事多动人？该如何留住温存？废柴！那有东西吗？啊，就这一点儿，去那边找。是，快！还有那边，好好给我找。文远，你又在做什么？王姐，你知道精神镇的镇颜杵吗？那可是我们都城安全的保障。父王离开时，没交给王姐吗？既然没在王姐这儿，朕去其他地方找找。哎，文远，文远！镇颜杵，难道在书院？王后不必太过担心，已经派出着3批传讯游骑到达北大营了。按照时间推算，应该是在后天，北大营的粮草便可到达渭城。马将军，军粮是不是已经开始管制供应了？正是。将士们的士气是不是很低落？哎呀，兵无粮草不惧啊，这是千百年来的铁律。把我的口粮分给他们，能多一分便是一分。把我的口粮也分给将士们吧。万万不可啊！王后，6王子的身体要紧啊！陛下一向爱兵如子，如果陛下还活着，他一定会这么做的。马将军请起。我担心的是，北大营的粮草到不了渭城了。
座城池？7日之内连续攻下3座城池，兵锋直指成京。你马上将消息通报给唐国公主，请唐国马上派重甲玄骑支援。重甲玄骑是保护唐国都城的精锐，我不知道李煜会不会放兵出战。能不能让唐国公主出兵，就看你们2人的情谊了。父王放心，儿臣在，李煜一定不会见死不救。隆庆居然攻打燕国，他疯了吧？隆庆的野心太大，一个京兆王庭根本满足不了他的胃口。更何况，他本就是燕国的王子，原有资格继承王位。但仅凭燕国自身的实力，怕是抵挡不住如狼似虎的草原骑兵吧？隆庆在燕国内部本就有许多支持者，这一路上又没有遇到什么有效的抵抗。崇明太子目前的形势不妙啊！崇明太子是我们大唐的盟友，我们不能眼看着他被隆庆这个贱人给取代了。那王姐想派谁去？大唐的4大名将，徐迟和舒城都不在都城。声望最大的许氏将军，因为年老体衰，尚在南方休养。眼下，唯一可用的，只有显之郎。显之郎可靠吗？他是王后的人，手中掌握着4000重甲玄骑。好啊，既然是王后的人，那就派他去，让他离我们越远越好。可是，传朕旨意，奴才在。派显之郎立刻出征燕国。是。浑元，这重甲玄骑，他别再说了。朕意已决，就让显之郎带着重甲玄骑速去成京。臣听说，陛下将显之郎调往燕国了。怎么样？朕这招调虎离山用得不错吧？臣认为，真正对陛下构成威胁的，并非是显之郎，还有谁？镇国大将军许氏。朕与许氏的关系最为疏远，的确是朕的一块心病。这个老家伙养了多年了，却始终不肯真正归老。他在朝中，大唐的军队究竟是朕的还是他的？陛下说的是，可许是他资历极老，权柄极重，就连羽林军都要听从他的调令，而且威望极高，谁都动不了他。若是他回到都城，怕是会对陛下不利啊。绝对不能让他回到都城。陛下打算如何劝说许氏？臣愿替陛下分忧。你有没有办法联系到西陵神殿的人？陛下为何要联系西陵神殿？许氏不也是西陵神殿的眼中钉、肉中刺吗？陛下是想要
借刀杀人。无论是谁，只要他威胁到了朕的王位，都必须死。可这许氏现在镇南军中，身边强手如林，估计是不好办的。朕会下一道密旨，让他尽快赶回都城。陛下圣明，这大唐在陛下的带领下，必将千秋万代。说得好。骑兵掌教，刚刚收到何明池发来的密报，说李浑元希望借西陵之手除掉许氏。果然是个昏君，真要除掉了镇国大将军，本座倒要看看有谁能帮他镇守唐国不倒。李浑元给许氏下了一个密旨，召他入京。许氏接到后，连夜入京，只带了10几个随从，何明池的心腹也在其中。许氏入京，必经清河，通知崔玄，清河郡脱离唐国的时机到了。是。陛下，许氏已经上路。他上的可是黄泉路。黄泉路上无老少，奈何桥上骨肉分啊！陛下，镇严楚的下落可有消息？说来也是奇怪，朕找遍了整个王宫，都不见踪影。而且王姐似乎并不知道此事。镇严楚不在王宫，莫非是在书院？那可就不好办了。报！启禀陛下，公主殿下驾到。你赶紧找地方躲一下，别让他看见我们在一起。臣告退。王姐，文远，东北边军急报，隆庆的大军已经逼近了成京。啊！这么快就打到燕国了？成京北部10余座城池已接连投降，就连成京北营也闹出哗变，倒向了隆庆这一边。眼下，燕国国内已无力量可以阻挡他们。那显之朗呢？他们到成京了吗？显之朗将军已带着4000重甲玄骑，埋伏在了成京城内。这个杀局，便是特意为隆庆布下的。待到他破城之日，便是他覆灭之时。愿天佑我大唐将士凯旋归来。二哥，隆庆带堕落骑士和金帐精锐，奔成京方向去了。他们要去成京做什么？
不清楚。此刻，无论隆庆做什么，都是针对唐国的。去看看。郑言处在书院。得知显将军驰援，成京危急，必将迎刃而解。末将替成京百姓谢过显将军。要谢就谢公主殿下吧。隆庆率领的草原骑兵已于辰时攻破成京。隆庆此人有野心、有能力，但是他却不懂一个道理：如果有神殿支持，便可以天下无敌。我大唐又如何生存到今天？若太子殿下此时能够感受到将军的信心，想必会更加欣喜。还请将军以烟花为信。是时，唐军将和燕军一起配合进攻。开城门！驾！父王，父王，情况怎么样了？谍报司正在计算入城的金帐骑兵数量，目前还未计算清楚，但与入境时还有很大差别。隆庆他们到哪儿了？金帐骑兵已经到了教法司，很快就会到达王宫。陛下！陛下，末将已见过显直朗将军。唐军到哪儿了？唐军已经到达预定地点，正在等待烟花传讯。父王，点燃烟火，告知所有人。是。记住，兄弟同心，其利断金。今晚就是燕国创造历史的时刻。天佑燕国！去吧。谢父王。大人，一切准备就绪。好。大幕已经开启，这是举世伐唐的第一战。那么就让我们把这些骄傲的唐人都杀光吧。没想到昔日草原骑兵在隆庆的调教下，已成为一支强大的军队，但在我们唐国重甲玄骑面前，都将不堪一击。这场隐藏在黑夜里的杀局，为的就是这一支号称天下无敌的重甲玄骑。唐国重甲玄骑号称天下无敌，真的？从来就没有败过。
大人，重甲玄奇有大量的装甲齐聚保护，就算是能力再高的修行者，也根本无法抵抗。放心吧。不对，燕国好像和金帐勾结，在这设下埋伏。莫非这是举世伐唐的第一步？西陵只是燕国、金帐联合向唐国开战。想要灭唐，最先要打击的就是重甲玄奇。我必须要保住这支队伍，想把它冲出去，回到唐国。他们中计了，抓过去！他们中计了，抓过去！干嘛？此战败就败在信任二字。如今已然举世伐唐，除了相信我们唐人，再也不能相信任何人。尔等可愿再陪我杀上一场？是的，岁岁将军。光阴如梭，春去秋来，昙花谢，花开。谁的心事被岁月掩埋？若这场梦像一只鸟，飞不过沧海，害怕天亮之后记忆是空白。就算爱是最微弱的存在，也愿把所有阴霾都驱散。谁在为谁等待？谁又任性责怪？时光匆匆，何去又何来？我不愿为你跌进尘埃，我不怕陪你跨越山河。听窗外风雨，举杯消愁多开怀。满倾吐的苦衷，谁又能明白？任时光飞快，用一生等待，不为过去和将来。光阴如梭，春去秋来，昙花谢，花开。谁的心事被岁月掩埋？若
场梦像一只鸟，飞不过沧海。害怕天亮之后，记忆是空白。我不愿为你跌进尘埃，我不怕陪你跨越山海。听窗外风雨，举杯消愁多开怀。问倾吐的苦楚，谁又能明白？任时光飞快，用一生等待，不为过去和